大家好，这里是大雁 Talk，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就是之前有在网上也经常听人家讲说，这个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语言天赋特别好。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以前比较早接触到马来西亚人是在这个日本。在日本的时候有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女生，然后她就是中文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会英语，然后当然她在日本她自然就会讲日语。就是当然她会不会其他语言我不太清楚，因为她说他们祖籍可能是广东这一带的，那有可能她也会讲广东话粤语。所以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语言天赋就确实是比较厉害所以他就算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像日本这种地方，他那个语言日语应该是在这个马来西亚他没有这种语言环境，但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多种语言切换，所以他学习新的语言的能力可能确实是比较强。那我自己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马来西亚人，我感觉他起码有几样他们肯定是会讲的，比如说华文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讲。就是因为他们有华文学校，所以你如果有去华人学校念的话，他这个华文的水平应该基本都不会太差我说的是年轻人哈。然后其他的就是，但是他们说也有一波的这个人，他是不太会讲华文的，因为他就是没有念这个华文学校的话，家庭的这个环境，如果没有讲华文的这个习惯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讲，因为在早一辈的人的话，他有些是讲这个方言，就是这个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呃，然后要么就广东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这种亚语种，比如说潮汕话呀，类似这种，反正是大差不差嘛。然后所以如果他们在家庭里面讲的是方言，然后学校教的这些英语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就不会讲华文。他们这里好像也把这种人叫做香蕉人，我不知道这句话里边有没有有没有歧视的含义这个我就不太清楚。然后这个就是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哪一种会哪种不会，他们基本上我估计至少会三种嘛，对吧？就是华文啊，然后英语啊，然后有的他会马来语毕竟在马来西亚嘛，你就是接触这个应该还是蛮多的，甚至他们很多学校里面这个教学好像也都是用这个马来语，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学科或者一部分学校它是用马来语来教学的，所以他们马来语的水平也是可以的，不错的。所以马来西亚就是很有意思，马来西亚人都会很多语言，但是他们会的语言不一定一样，就是他可能会这两三样，他会他那两三样真正说七八种语言都比较精通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其实不多啦。就是马来西亚真正的这个生活在这里，他会非常多语言的人其实不是很多，他一般是会两三种，然后有一些他大概会讲一点点。就是你比如说去点菜啊，你讲个广东话呀，对吧？讲个福建话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就是在难的东西可能就比较难。所以说如果你是来自中国内陆的一些就是来这边也问题不大，因为起码华文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来自沿海的这个广东、福建这个地方的那还可以用方言跟他们沟通。我感觉他那个老一辈的人，会这个方言的好像比较多就他们讲的更清楚、更清晰一些。年轻人的话，他们现在一般讲的就是华文嘛，也就是我们讲叫普通话嘛，好像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再见。